我们的传奇奈雪王，最近有谁有问我为什么不玩老马了？老马被削的不能玩了吗？这个英雄都知道，从上线以来一直挨刀，但是挨了这么多刀，他永远在 T0 和 T1 之间，因为每次削完就会吃到装备红利，先是3项加强，然后挨刀，紧接着3项黑切被动不冲突可以叠加，他又变强了，然后又挨刀，结果现在黑切加强了，他强度又上来了。所以他奈雪王的名号主要是靠这个装备适用性太强了，什么装备加强他都能吃波红利。但是现在这个版本人马的话单排他是玩不了的，除了峡谷之巅不灭局以上，有队友兜底就能玩。排位的话单排千万不要玩，人马现在就是个组排英雄，他的数值被砍得非常低，所以很依赖装备和队友的配合。但是现在玩人马的思路很清晰很简单，如果中上没有明显的机会的话，就无脑抓下路，因为人马的技能 CD 很长，你用所有技能抓一条单人路很亏的，所以尽量抓双人路。双人路有2个人，成功的概率比较大，只要对面 AD 发育不起来，中期人马就能游龙。反之对面什么卡莎狗维鲁斯起来之后，中期你就脆得跟纸一样。所以我建议你玩人马打野的话，最好找下路双人组3排。然后现在的符文的话，以前那一套已经落伍了，现在的人马都是带相位的，带相位加风暴聚集，致命一击小吸血，然后带个过度生长。装备还是先出3项，然后根据对面的阵容中野的伤害来选择出魔抗鞋或者是护甲鞋，然后紧接着做黑切，黑切完了做15。如果这个时候对面 AP 伤害很高也可以先出自然之力。像这一把就中期的时候加里奥伤害太高了，我第3件就出了自然之力。如果对面阵容中期的话，对面 AP 伤害不高，你可以第3件做完15之后第4件做双生，双生的被动能加韧性可以防止我们被控。反正就记住了对面 AP 伤害高急需魔抗就做自然之力，对面 AP 伤害不高就做双生加双抗，同时加韧性，最后再来个大穿甲。有了大穿甲之后后期你切掉后排，对面前排也顶不住你。毕竟你玩人马想赢大部分情况你不能只切后排，你还得处理前排。黑切搭配大穿甲，什么肉都顶不住你。当然玩人马不要为了抓人而抓人，要学会边刷边抓很多野核都这样，就是边刷边抓。你抓成功了还好抓失败了，野区经济没吃人头也没有，经济跟不上，你的人马就会又脆伤害又低。反正中期的时候多拉野，把这个刷野速度加快一点，这样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去抓人。至于为什么这个版本都在相位呢，就是方便我们踢进去之后赶紧跑出来。这个版本的人马是没法像以前一样带个征服者一个人冲5个，在里面边打边回血，非常需要相位帮你进去之后拉出来。没有相位的话，你可能就是对吧，得需要大招逃跑。你没大的话，第2波进场就不好进了。说白了是不缺征服者的伤害了，用小吸血代替征服者的吸血，再加上黑切的破甲，伤害是不会低的。至于你进场的话，先开一技能在旁边转，看到机会再开疾跑，因为疾跑刚按的时候加速是最快的，我们的被动就可以多吃点攻击力。这里的话失误了，我学的有猫，我的坦度应该够的，我就直接踢进去了，应该再蹭一个 Q 再踢。毕竟老马被削了这么多次对吧，猫咪也削了，你要换以前对吧，半年前人马加猫2打5跟玩一样，现在的话也跟玩一样，就是中期的时候吧坦度没那么高容易被秒。至于鞋子的父母这个版本的话人马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水银。这个版本控太多了再加上这个伤害一出，一旦你被控了你跑不起来就被秒了。所以水银的话需要3项黑切之后立马剁。如果对面中单是冰女，那就出完3项之后直接水银。人马很怕冰女的记住了。然后这一波我们就游起来了，万豪去杀冰女导致第一时间没人防我，踢死加里奥之后开疾跑把这个辅助追死，然后再把这个万豪往外踢，往下走躲个 W， 这个时候3项跟黑切的被动叠起来了。我们的移速非常快即便没有疾跑我们跑得也很快，就在塔下随便杀。这就是前期节奏好的人马，伤害又高身板还肉。目前人马的强度应该属于 T1 高分段 T1。低分段单排的话是属于对吧下水道，但说白了有几个玩人马的会单排。反正这个赛季我遇到的国服人马全是组排，谁单排谁傻子。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人马进场的话，如果是脆皮可以直接踢进去，如果是前排的话，你用 Q 技能在外面蹭知道吧，你别进去，因为你踢前排的话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先用 Q 技能打前排叠 Q。但是不用着急踢，对面后排一看你在打前排，他肯定会过来想输出，这个时候你的大招接个 Q 技能同时过去。人马的大招和 Q 技能是可以同时放的，这一点要注意养成大招和 Q 技能同时放的习惯。然后这边河道逮到加里奥，我们直接大招接 Q 冲过去，虽然他后撤步给我躲了，但是我们伤害够。我们先把这个1队给他赶走，打团优先切后排，如果对面后排不输出了跑了，你再赶回正面，一定不要一群人无脑打前排，给对面后排输出空间，尤其是卡莎这种 ADC 知道吧，第一时间就要管他。人马应该是最怕卡莎的知道吧，因为卡莎这个英雄出个护甲鞋你切不动他，他打你还贼简单。最起码维鲁斯对吧，他好切，但是卡莎起来之后呢护甲鞋借攻你打不动，
所以对面下路是卡莎的话，前期给他抓崩，就中上哪怕有机会都不要去，就抓下路。然后这里螳螂被抓了，队友给他秒了，那还剩个 EZ， 我们直接冲塔下给他越了。然后侧面的话还有个加里奥，他没有回家，我们先点着虚弱给这个伊丽莎了，把塔上拉出来，再回来踢这个加里奥。然后冰女金身啊，在塔里面不要出去啊，帮他扛。啊，每次我玩打野啊，进塔下开金身，队友没有一个扛的，都跑出去把我丢里面。这一波就是简单的啊，装个逼骗个技能，这就是水银的好处。就反正啊，自从这个水银改成可以免疫控制之后，加里奥的大招威慑就下降了不少。因为你落地的话，开个水银给你免疫了，只要是延迟控制的英雄都这样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对面找我们打，我们先把这个伊利给他秒了。然后加里奥想起飞啊，没飞起来，打赢这波直接动龙。然后对面这个 AP 洛还想抢，我直接不打了，我来管你，大招过去啊，踢过来开水银免疫他大招啊，结果这边他有闪也行吧，纯 AP 的洛没有闪现的话，他切不到后排。然后这边这个螳螂的话想蹲我啊，被我照到了，我直接单刀咆哮给他秒了。然后远古龙刷新，让队友去打，我们不着急，我们就在草里面啊等对面过来。打龙是假，勾引是真，很多时候打龙啊是为了逼对面出来，而不是真的打。毕竟人马这个斩杀线啊太低了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远古龙和大龙啊假装打，逼对面来打团。优势局不要给对面惩戒的机会，就是没必要拼惩，知道吧？因为人马的这个斩杀线太低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再给螳螂来一个单刀咆哮，哎，居然没死，那就跟上一个刀锋铁袭。总体来说啊，人马这个英雄还是挺强的，能玩好说明你是高手，因为他是机制英雄，不是数字英雄。思路很简单，把这个大招啊用来抓下路，当然你得保证下路2个人会跟，把对面下路抓烂，基本上这一把就稳了。